多布岬是全日本唯一在岸邊步道用肉眼就可以看到野生海獺的地方。那在當地長期做調查的基金會指出，烏多布岬海域大約只有10隻左右的海獺。那我們今天就要去碰碰運氣，不知道能不能看到它們，尤其是在海上漂浮那種很可愛的樣子。这个旅馆有这么大的烟囱。海獺繁育中心。到達目的地。這裡寫是海獺生息地。然後外面就有一個停車場，路都是平的，所以還蠻好騎的。走上去好像不會很遠。時間天氣不好，不知道看不看得到。哦，他們是不是在這一片拍到的？我記得他們有拍到，對，然後有海獺躺在上面。應該是這裡。可是沒有，這裡沒有。那個是浮沫，沒有海獺。這個海上面有那麼多浮沫，奇怪。除了浮沫以外，浮沫的下面可以看到很多的那個昆布。哇，阿伯扛大炮來，內行的。誒，新垣結衣有來這邊拍過電影哦。新垣結衣和生田斗真約會的時候來到的地方。什麼電影啊？不知道。金針花有開了，可是沒有那個天氣，沒有藍天。前幾天都是大太陽，然後我們到烏多布這邊這一天就開始，就是漸漸開始陰天，然後接下來我看氣象，好像北海道，不是北海道，就是根室到知床那一帶，就是會陰天，大概陰天個5-6天之類的，就怕接下來看到的海景都是都是這樣子。哇，有那個金針花開，真的漂亮。來對季節了，但來不對天氣。哈哈，哇，我看，也有看到海鳥，沒有看到海獺。哇，這下面長得好漂亮。他說不要大聲，我們離海面那麼遠呢。一直都沒有啊！可是那個金針花這樣開得好漂亮哦，沒有看到哎。以前畫海鷗就是畫這樣啊，然後真的是長這樣。你剛看它在飄是這樣子，一個 M 型。他們不知道有沒有去過船路，應該有。這些海鳥，對啊，對他們來講，飛50公里應該沒什麼吧？可是它這地方有地方吃它，搞不好還要不走。不知道。哦，這不能上去了。是從這邊繞嗎？
你沒有看到海獺嘞？對啊，一隻都沒有。他為什麼要畫他在哭啊？他說不要太大聲，會嚇到他。起霧了，你看，馬上起霧，糟糕了，一瞬間起霧，不到1分鐘哦，怎麼這麼快？因為熱空氣遇到冷海水啊，昨天講的。這種是散不掉的，瞬間起霧。只要熱空氣一直來，它就一直有霧。所以這個季節来到底對不對啊？要看霧就對啊，看你要看什麼。我飄過來了，這邊也是整個都蒙掉。所以我剛剛不是說海上好像鳥過來，好像一層霧過来。我真的一下子馬上過來了。這是什麼？キリタプリ，霞怎麼念呢？霞不知道怎么念。那個烏多布啊，哦，那邊還有烏多布的日文念法就是這樣，キリタプリ，然後キリ是霧嘛，タプリ是很多，多到要滿出來的那個樣子，所以真的是霧多到滿出來。哎，キリタプ。有沒有海獺？他們的窩不知道在哪裡。所以這邊越霧是表示南方越熱。聽說這幾天台灣都37、8度的。然後今天早上看新聞，東京預測氣溫今天36度還37度。哇！那個石頭上停了一只，石柱上停了一只鳥，然後在霧氣裡面，好鮮哦！哇，花很漂亮哦。霧氣好看呢，還是藍天好看呢？藍天還是比較好看吧。可是這邊的特色就是霧很多。哇，海鳥好多，那個島上停好多。好可爱，这邊有2隻鳥。品種不一樣，不一樣的鳥。
它也跟那個浪一樣哎，一波一波的。嗯，這裡有一層有沒有？再過去就沒有了。嗯，海上的白霧也是這樣，跟浪一樣一層一層的。現在這個前面有一層白白的，橫的，然後它後面有沒有？它前面也沒有。這一層白白的，如果吹走了，它又變透明的，霧又稍微比較散掉一點點的，能見度變比較好。那個金針酸菜，然後筍乾，然後綁一塊豬肉，那樣很好吃。哦，對啊，煮湯很好吃。嗯，這個開花已經老掉了。我們台灣都吃那個花苞，對不對？好像是。奇怪，這個展覽台就沒有人啊，因為它沒有很靠近海邊。可是他說不可以飛空拍機，因為這裡比較不好看啊。嗯。哦，等一下又一片霧要來了。這裡離海岸比較遠一點。那到底誰拍到的？我覺得用空拍機去追海獺，海獺會跑掉。他說會噪音，會吵到他，會怕。對啊，一定會怕。他那麼遠，怎麼聽得到啊？他飛下去啊！哦。他為了拍它拍很近，所以他會飞下去啊。他那個廣角，他要飛到他2公尺的地方拍它，不然他怎麼夠嘞？哦，同一個海角啊，就是另外一側。對。所以說那個海獺應該就是在這一區。嗯。因為這一區好像有昆布。同一個海灣的2邊。有沒有海獺？哎，那邊那麼近都看不到。可見它富裕的太少。這如果下面有30隻這油的話，大家也不想看太多。那我不知道那個海獺的習性是怎麼樣。很可惜，我們今天完全沒有看到海獺。可是我們隔天在納沙布甲就有看到了。這個我覺得不像養的，它沒有套繩子。養的啦。養的嗎？怎麼可能有野生的馬在這裡？我不知道。蒙古那個不是野生的嗎？蒙古那裡養的。嗯。哦，對對，養來表演那個過水池，馬就不會好奇，像牛那樣全部圍過來，別扒它，別製造噪音，它還沒反應哦。沒救了。你按了半天，它還沒反應，不要亂按。可是它都沒有套繩子啊。我只是覺得很奇怪。牛要麼擠牛奶，要麼吃牛肉。養馬是要幹嘛就不知道了。去帶廣比賽啊，不止才可以去千葉比賽，去小場還可以去小場比賽。他們每天都這樣低頭吃草，頸椎不會壞掉。這邊的草好像被他們吃的差不多，都沒有長不出來了。哪有？那他為什麼一直吃這個這麼短的？他不去吃長的？對啊，我就覺得很奇怪，牛也是，馬也是，都吃短的草，是草被他們吃短了，還是他們喜歡吃短的草？山坡上有一些馬那裡。對啊。对，他看我们。他看我们。还有刘海，披发有刘海。这个山坡还蛮多马的。对啊。遠遠那邊很陡的地方還有。是野生的嗎？那家人養的啦。難道說那個熊本的馬肉是這裡的？在熊本是哪養的？對啊。還是這邊也吃馬肉？我不知道。
車廂，當車站的小，好小好小的站。被子土嘎，好特別哦！哎，这是貨櫃改的啦，還是車廂改的？看不出來，進去看呢。這個不知道是貨櫃還是車廂。車廂好像沒那麼小，對不對？窗戶看起來像車廂嘞。對啊。可是大小看起來像貨櫃。他把它切掉了，可能。哦，啊，有可能，因為前後都沒有那個銜接的東西。哎，這真的裡面可以等車哎。哎，沒有時刻啊，有時刻表。有時刻表在這裡。哦。所以剛剛等到的是1524的嗎？更視型的，對不對？現在幾點？1528，對啊。對啊。哦。那再來就要1646了。嗯。啊，一天才4班車哎。哦。哎，這條線我覺得遲早會廢線。哦，我現在好想上廁所，我不會以為這站會有廁所。外壳那邊可以停。有停 bike， 這是我們今天在更市這邊住的房子，它是一個湖畔小木屋，然後外觀就是這樣。然後我們是住10號這一邊，然後這個是面湖的房型，它就面着豐蓮湖。然後停車位也在門口，就在門口。但是因為我們是騎摩托車，它摩托車有另外一個有附屋頂的那個小空間讓我們停，還不錯，有附屋頂。今天天氣很陰天，所以完全看不到太陽。就是我那時候看介紹的時候，好像這一面是有夕陽的，對，但這2天應該看不到，大陰天。大家也可以看到，就是這邊很大自然，就超市、便利商店，然後食堂、咖啡廳、加油站，什麼都沒有。那這邊大概就是離更市市是10公里，很度假感的那個湖畔小木屋。啊，然後它的位置在國道44號旁邊，這種就是通常型的。這比較便宜的。對，這比較便宜。便宜多少？我不知道，因為我訂的時候已經沒有通常型可以選。哦，被訂光了就對了。對啊。樹博就是這一家這個名字。嗯，它叫 Lake Sunset。那只貓，那只貓剛剛就在車底下了。也有下雨反而跑出來，真奇怪。我看那個住宿的評論有說，他們有在這邊看到狐狸，然後狐狸在跟這只貓追來追去。那它怎麼又進去了？然後你看我們的摩托車就停在拜可用，它那裡貼一個拜可用，很熟悉，有屋頂。今天禮拜5，然後這是我們在更市市附近停留的時候要住的地方。我是訂有含餐的2餐，早餐跟晚餐。然後這邊住2個晚上，然後2個晚上都含2餐的話，這個房型是49200日幣。
比起那種一個房間的商務飯店，價格是比較高。但是如果你考慮說我們住的是禮拜五跟禮拜六房間本來就很貴，然後再加上2個人含了2晚2餐，總共4餐，這樣算起來的話，我覺得沒有真的很貴。還有一點，它是面湖的房間，這個住宿點它就在豐蓮湖旁邊，所以如果你把這些考慮進去的話，可能我覺得也沒有真的很貴。但是有一點可能比較不方便，是它離根室的市區大概還有10公里的距離，然後附近也都沒有超市，沒有食堂，沒有便利商店，都沒有。那為什麼訂在這裡，沒有訂在根室市區？因為我遇到禮拜6晚上，我根室市訂不到房間。從房間看出去的湖，那一片那個草地上就有鹿，他不知道会不會跑到這邊來。那有水過得來嗎？因為我不知道那個水多深。那狐狸如果在那邊也太遠了吧？其實很遠呢，我論到30倍來都小小的。他這房間裡面應該放一下望遠鏡。對啊，這樣你就可以看這些。今天在豐蓮湖小木屋的晚餐，超級高級。剛送上來的時候有點嚇一跳，菜還蠻多的，超豐盛的一餐。很結實的蟹肉。对，這是生蝦，肉很結實啊。它跟生鐵蝦不一樣，它沒那麼甜。肉吃完下面是有蟹膏的，这個是蟹膏。